转。在600公尺处向右转。向右转。在400公尺处向左转。向左转。在400公尺处向右转。向右转。
put the man.
继续执行。警告解除，通过。往西南。在400公尺处继续直行。继续直行。吃了它7天。
你的肾有多活力，它就有多厉害。腰膝酸软，验尿频度。希望大家多多加努力，将来呢也能够投入公益社会，服务社会，成为优秀的经理。一起依照我们在场工作人员的指导，一一得到我们第二期其实民进党这么多年来很清楚的，在所有的议题上都是制造台湾社会阶级的一个对立跟冲突，以撕裂我们之情，这就是他们长期以来让台湾不团结的很重要的手段。像昨天朱主席用这个中华队来比喻你现在的选战，说中华队很常在最后一局可以逆转，但就被酸说中华队很常在下半局就爆掉。那您之前是当捕手的，有信心可以策动这个绿白双杀？世事如棋啊，乾坤老球，很多时候就像球赛一样，刚开始，尤其在热身，一不是一，三不是三，我们要坚定自己的选举的策略跟方向，到最后我们一定会赢。校长问一下，因为现在柯文哲的选战策略好像是猛打击你，想让弃保发生，怎么看？这样说了，其实我念兹在兹是以人民为最大的优先。柯主席的发言就像天如一望，看起来很漂亮，但是风吹就散了，尤其有多不是事实。我们做事还是诚恳实在，面对所有的问题，让我们能够有能力解决人民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来站台，张志刚跟有说要柯文哲来站台，会觉得被背叛。我们所有的团队都会站在一起，面对我们自己的党员同志们，都非常有信心，很坚定的跟我们一起努力往前走。说新北市应该要有同健保的接种症状，没有问题是什么才标准这么高？在这的党员医生，在这段时间强调，我说过，新北市政府积极的配合司法在调查当中，在期间我们看到很多恶意抹黑，用选举造谣的语言来伤害幼童家长以及幼保老师的不信任，撕裂了这个感情，这才是我们最痛恨的一件事情。像今天晚上台大的演讲准备状况怎么样？听说也是1对1来练习嘛，有没有信心？面对所有的演讲，面对很多的学生的议题，
我多细心的接受，也会直接的来回应同学的题目。那学生质疑说有没有跟着主办方拿这个参与名单，又质疑说你有没有进行肉搜，想问是怎么回事？主办单位已经很清楚的回应，我们对学生的隐私权非常的重视，我们希望对这个议题大家一定要重视学生参与，而且要保护他的秘密的这个权利。巴比妥的药物，会不会觉得不是？会不会觉得不是新北的问题，其实是整个制作问题？目前因为检调还在厘清真相当中，我希望拜托检调能够快速的厘清，把这问题的症结赶快做。前方有固定测速照相，限速70公里，400公尺。前方有测速照相，限速70公里。200公尺。在哪里？这涉及到不是哪里去，是哪里去？100公尺。要方式上以及在孩子健康的时候，焦虑，赶快查清楚。专区喽，喝冰火，冰火风入口内7-11新品上市。其实就像一个长跑的马拉松比赛一样，我们自己要按照自己的配速，然后让自己在跑的过程当中，要强化自己的耐心、体力、意志力。当然，我们旁边也有很多的啦啦队、补给站，查跑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谁输谁赢。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赢。好，没问题。大家关心，我们是一家人，所以
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一起面对，然后一起弥补可能曾经犯过的错误。谢谢大家辛苦了。然后因为这空间会影响到很多真的需要用到医疗资源的人，希望大家得到我的回复之后，可以把空间让出来给更需要的人使用。谢谢。标准状况还好。我就再不回答问题。好，谢谢大家，谢谢。它是不是一开始会变橘色，然后变黄色？这个要按久一点。哦，所以变黄色，长途继续靠右。哦，你们一开始变橘色，还有用喊，我用喊不是要回去，是看过的开始。在600公尺处，长途继续靠右。在400公尺处，您将抵达您的目的地。
的他们的东西，因为人太多了，有些人我也找不到的，所以只能这样子。那仓库又不收，我也觉得很奇怪。好。我会帮他们分类的。好。首先，我必须当然还是道歉，也很抱歉辜负了很多人的心跟期待。很多事情它一定是有个原因，有个起源嘛。我在大概10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出轨，因为那时候我很黏她，所以基本上她都是带着我。我有点忘记是姓叶的还是姓高的一个男人开计程车的。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伤痛是，他们可能带我出去，然后出去玩之类的，在饭店里面。他们就在旁边上床，可想而知，那个对我来讲有多么的震惊啊！那当然后来跟我爸爸一定离婚啦。我也曾经在我爸爸的房间搜到 A 片，很早，国中的时候心里有点，所谓的变态吧。我跟很多班上的男同学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啊，大家都在探索性。我也一度怀疑说，我是不是喜欢男生？那我也觉得，自己真的有点变态吧。我想现在在做道歉都已经来不及了吧。那最近这一波呢，我也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因为就像6成事件，8年前我没说，8年后我也不会说，因为我觉得那个小孩还有可以改变的机会。Part 2，我要跟各人说，我没有一天不爱你。我要跟你们说对不起，你还小，不会记得有这个父亲也蛮好的，可能会记得吧。我从以前就没有想生小孩，所以这一刻很矛盾。如果没有玉米，我可能会更点，可是心中又多了一些遗憾。但我也可以跟过去这几年来信任我、支持我、给我工作、给我很多舞台、给我很多祝福的人说，我绝对是有改过自新的人，你们放心。早期那个我真的是王八蛋，但你们在落井下石啊、隔岸观火的时候，也要想想，难道你都没有秘密吗？像我看到前几天唐老师在讲，哇，这一波会2年多，我就在想，所以你都没有秘密吗？我现在讲的不是迷途，有没有伤害过别人的秘密，也是大家普世价值不认同的。就像我讲，庆哥的那个爱情的逻辑观念，也影响我很深啊。然后最后这几年，在这些年，他的大哥什么事情都可以说成他想要的，这样对吗？这样对吗？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对吗？这些都影响我很多，不是只有所谓的创伤，没有直接的创伤，但是你是金钟奖入围，你就要在那里考1考5，然后奖都给你算，你烦不烦？我是懒得回嘴，但你说我心里在不在意？在意啊！怎么样？我们主持的很烂吗？好烦哦。总之，我只是要说，请大家帮我照顾所有我想照顾的人，然后，除了抱歉还是抱歉，对不起，但也来不及了。老婆，我这辈子为什么还会遇见你？如果没有遇见你就算了。主播观众，我们赶紧来关注现在各界都很关心艺人黄子佼的最新状况。其实呢，就是要从今天上午开始讲，有一名女网红呢爆料她多年前卷入这个性骚案件，后来呢在中午12点左右，黄子佼他就在脸书发了3段影片来道歉，并且呢他还爆了相当多包含自己的料以及演艺圈相关大咖艺人的过去一些黑历史，这些当然还要求证。不过呢，事实上黄子佼就在爆料之后呢，没想到他先把3段影片
面全部删除。那么之后呢，他人就失联了，而且呢还关了本专。那么原本呢预定他下午1点要出席一场唱片发表的主持记者会，但是呢他失联了，活动主办单位统统找不到他，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已经被紧急送医了。那么这个主持的活动开天窗，我们现在呢进一步掌握黄子佼他在被送医之后，那么根据消防局透露，其实当下呢是黄子佼的家人报案，表示呢黄子佼他身体为恙。那么消防到场之后，将他紧急救护。当下呢，他全身多处伤痕累累，而且呢是喝得烂醉，因此呢被紧急送往医院这来治疗。目前呢，我们掌握黄子佼呢他是生命迹象稳定的，不过就是喝得很醉，而且全身多处伤。那么这些伤势呢是怎么造成的，都还要持续再来厘清。不过确定呢，他现在是没有生命危险的。而在稍早呢这3段影片当中，其实大家就很担心他了，因为他在边讲话的过程中，不管是神情或是他的语气，都是非常的沮丧，而且他也在过程中，他交代说，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照顾他的妻子，让他身边的亲朋好友以及他昔日的一些像是好朋友都是非常担心的。那么他现在被紧急送医之后，其实这个消息还不止这样，像是呢过去他跟这个司法院有合作，他曾经呢形象是非常好，因此呢是国民法官的代言人。那么就在事发之后，司法院在稍早紧急来声明回应，暂停跟黄子佼所有的合作关系，并且呢将黄子佼昔日代言国民法官的相关影片文宣现在全部都先下架。而我们目前在医院所在这个位置，证实了黄子佼他是没有生命危险的。不过呢，究竟为什么他身上会伤痕累累，都还要再来持续追查厘清。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你是什么时候刺的？我看2012、13年的时候，谢谢。黄子佼。黄子佼，很好看。2012、13年。对，我记得是那时候我从疗养院出来的时候去刺，蛮久。对，因为我进疗养院之前，就是他在就是教哥在关心我。然后我那时候又看到他一直对李炳辉大哥做出一些很友善的事情，就是他表演都会带着李炳辉大哥一起，我觉得这个大哥真的是放在心里尊敬。那时候刺胶的时候，你有想过要大一点还是小？没有，就刚好这个位置，而且这个位置是手最痛的位置，割腕的位置。对，就想要记得这个人，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啊。是啊，我觉得他做的好事更多，所以请大家将心比心。OK， 好，谢谢浩哥，谢谢。好，谢谢哥。
分机。哦，好。但是我们就比较好的是不能说是那个分机，就写在那个收发本上。哦。让你拿走的是签名。哦，好。到时候东西不见了大家都不好看了。变成是东西不见了，我们又有责任。然后他们说。大家都对不起的，他们说没拿，到时候东西找不到。哦，好啊。有分机的话，我们就有责任去帮他们拿。OK。拿他们拿了，大家就是有一个默契，就是拿东西的人就要签名。好啊，我知道。OK， 好，我再跟业务说。好，谢谢哦。西南，然后向右转。我也还在努力的厘清和了解当中。那至少我认识焦之后，我觉得他有非常努力的在做改变，还有很努力的希望给大家一些正面好的能量。那以前的事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还有空间。然后谢谢大家关心，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一起面对，然后一起弥补可能曾经犯过的错误。谢谢大家辛苦了。然后因为这空间会影响到很多真正需要用到医疗资源的人，希望大家得到我的回复之后，可以把空间让出来给更需要的人使用。谢谢。然后我们就再不回答问题了，不好意思。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刚刚看到、听到，这是艺人黄子佼的妻子，他们相识将近10年。那么妻子孟耿如在出面回应，我们看到她是相当憔悴，而且语带哽咽。她以佼哥来称呼黄子佼，她说他们相识将近10年，那么就像一家人一样。因此呢，她认为黄子佼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努力，想要改变自己，也很努力想要让自己有正能量。不管呢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们会一起面对，那么一起来弥补过去所犯下的错误。那么黄子佼的妻子孟耿如就在稍早回应，短大概1分多钟之后，他没有接受现场媒体其他关心他们的提问，就走回去医院的病房了。那么相当的低调。不过我们也看到目前黄子佼的最新状况，那么家人是出来说他的状况是稳定的，没有生命危险的。而这一起案件呢，要从早上开始讲。一名女网红呢，先是爆料说黄子佼过去卷入一起性骚案件，而在中午的时候，黄子佼他主动他本人是发了3段影片来回应这一起事情，他道歉，并且呢去讲了过去自己的一些感情的相关状况，以及他过去的一些成长史，而且呢也在这3段影片当中爆料了一些艺人的黑历史，因此呢掀起演艺圈的一阵这个震撼弹。那么有些艺人也在稍早纷纷来回应，他们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那么现在各界持续闹得沸沸扬扬，但是呢，黄子佼就在这个影片当中，其实呢，他也看起来是非常沮丧的。他也说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好好照顾他的妻子孟耿如，他很爱他的妻子。之后他就把这3段影片删除了，并且关了他的粉丝专页。而事实上呢，让各界还很担心的，也就是他原本稍早在下午1点的时候要出席一场主持的记者会，他要帮一名歌手来主持唱片发表的记者会，不过他人失联了，因此呢，就在这个活动主办单位一直联系不上他，那么主持的活动开了天窗之后，才知
知道原来黄子佼送医了。而我们透过这个北市消防局的求证哦，在稍早大概中午12点40分的时候，是家人报案说黄子佼身体微恙，因此呢派遣救护车到他家楼下将他紧急送医。消防指出，我当下第一时间看到他全身多处伤痕累累，所幸呢在紧急送医救治之后，目前生命迹象是稳定的，没有生命危险的。而这一起案件呢，除了这以外呢，像是过去的黄子佼跟司法院是有合作的，他过去形象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国民法官的代言人。在事发之后，司法院他们也紧急发出了声明回应，要暂停跟黄子佼所有的合作，并且呢目前已经都紧急下架所有跟黄子佼有关的相关，像是文宣或是影片，目前呢这些东西已经都全数下架来切割了。而稍早呢，他的妻子孟耿如已经在医院陪伴他，也出面来回应，他们是一家人，不管怎么样，他都会陪在他的身边，一起面对，而且呢一起弥补过去所犯下的错误。以上呢是我们在医院现场掌握的最新消息，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继续执行。今天黄子佼在脸书发出影片，承认自己10年前曾经性骚扰，并且道歉，还说自己活该，不可能有机会重来。原本要主持的活动呢，原本要主持活动也没有到，人就失联了。最后证实呢，人是已经送到紧急送医。黄子佼倒啊啦，黄子佼没过迄条倒啦，已经开始倒啊，你再讲倒啊。在300公尺处向右转。向右转。在600公尺处向左急转。今天黄子佼在脸书发出影片，承认自己10年前曾经性骚扰，并且道歉，还说自己活该，不可能机会重来。原本要主持活动呢，也因为失联找不到了，不过最后证实呢，人是紧急送医，他的妻子孟耿如呢也都陪同在旁边，刚刚也出来跟我们做出了自行回应，请把以下当旁边。太秀气了吧！向左急转，然后继续直行。
往东南。警告解除。在200公尺处回转。在150公尺处向左转。向左转，然后回转。在100公尺处向右转。向右转，然后回转。